我最近特別想吃纯肉烤肠，尤其是那种一咬滋滋爆汁的感觉，想想都爽。但是外面卖的据說好多都是鸡肉和猪碎肉做的，那玩意吃着也不放心呢。于是我買了500斤猪肉回来，也就是说时隔2年，就是为了这口烤肠，家裡这条我最近流水线就这么水灵灵的复燃了。但是做烤肠这事儿大伙都没什么经验，所以我们是全程按照村驴的做法做的。他那个视频里多次强调肉一定不能超過10度。问题现在屋里供暖就将近30度，所以我们就都拿外面切去了，正好把下一个冷冻步骤也一起完成了。好家伙，零下10来度的天，从早切到晚，这肉切完了就冻硬了，但人也没软不到哪儿去啊。然后在打馅这一步呢，村老用的是家用绞馅机，所以我们也跟着用的这玩意儿。但家用设备吧，它有一个弊端，就它上不了量。这个机器打1分鐘，他媽最少得歇7分鐘。就按这個效率，我算了一下，要把這500斤肉攪勻，最少也得3天。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上商用設備了，像什麼攪馅機、廚師機、洗胃器、丸子機，反正就家裡有啥使啥了。好在換了設備之後，做出來這個肉的狀態和村裡做的是一樣的，我們也就能順利進行到下一步了。但是這下一步進行的卻並不順利。灌腸的時候，我們組了一道超長流水線，本來以為很有效率，但是其實並沒有任何卵用，因為這個環節裡有一個純手工活，就是繫繩。我操！媽的，這腸的每個節點最少得繫2個結才能繫死，這4000根腸最少打了1萬個結，後來幹的都想給自己勒死。關鍵繫完腸還得扎眼兒，還得晾腸。就那天時間線是怎麼進行的呢？晚上7點吃完飯開始做那灌腸，後半夜3點灌完了，聽老頭的開始搭蒙古包晾腸，5點發現搭不上拆了，開始組貨架子，6點開始給這4000根腸每根至少扎20多個眼，7點眼也扎完了，腸也晾完了，我回頭一看呢，哎，小天一道大亮，最後蒸腸的時候也出了不少幺蛾子，趴子上來就失智了，蒸一鍋爆一鍋，後來給我弟逼的都給腸跪下了，這局面才得以緩解。這些腸蒸完封完又是一宿，等全整利索的都是第4天的早上了。我這一代實在太死亡了。最後的最後啊，我總結了一下子，一共3點。第一點，村驢是神，就是它這個配方，無論是口感還是味道，都完美複刻了外賣那種純肉腸，空口吃都老香了。這要是再配點四川乾碟或者是蜂蜜芥末醬，我都能給人香起飛嘍。第二點，蒸的時候很容易爆，所以對火候、水量和擺放密度都得試好了再下鍋。唯一一個可以量化的就是鍋裡的水大概就是90度左右吧。第3點，這流水線時間長不幹手真生啊！最近必須得多開點我最近了，要不然這手藝全廢了。這一待我們在一起待了4天，沒有一個人加起來睡了超過8個小時，甚至有3天是在一起看日出。我說白了，這要是對朋友來說，這個事兒當然很浪漫，但這要是對於工友來說，是不是有點過於曖昧了呢？